5万朝鲜兵即将入俄，图谋基辅。2026年8月，俄罗斯西部的沃罗涅日州出现了一群讲着朝鲜语、穿着不合身俄军迷彩服的士兵，正把带有平壤兵工厂铭文的导弹发射车卸下铁皮车厢。这不是幻象，而是现实。朝鲜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俄罗斯，而这只是开始。泽连斯基揭露，朝鲜准备向俄罗斯追加部署3万到5万名士兵，加上此前已经抵达的批次，金正恩在俄罗斯境内的潜在总兵力即将突破6万4千人。这已经不是什么志愿军或者军事顾问了，这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把朝鲜的部队、俄罗斯的铁路网与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200-300公里的发射阵地连在一起，足以证明俄朝跨区域联动正式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新阶段。俄军甚至可以用这批朝鲜军开辟一条新战线。根据当前的情报来看，朝鲜这次的排兵布阵玩得相当有章法，分批次、多兵种，而且带有极其明确的战术功能。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平壤就已经往库尔斯克州塞了差不多14000名士兵。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填线、挨炸，以及把俄本土的乌军赶出去。但新一轮这多达5万人的增兵，胃口显然大得多。除了一线的步兵大头兵，朝鲜还顺带打包了5000名建设工兵与1000名排雷工程师。这是准备在俄罗斯的大后方大兴土木，帮俄军修防空堡垒和扫清雷区。不过金正恩也不是做慈善的，俄朝这场肮脏的交易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算计。2024年6月，普京和金正恩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一方被侵略，另一方就要出兵。所以当乌军打进库尔斯克时，普京换上了一副受害者的面孔。俄本土被侵略，平壤的兄弟们，该你们履行合同了。不过真正驱动平壤把几万年轻人送上前线的还是利益。自2022年以来，光是卖炮弹，朝鲜就从莫斯科那里赚了220亿美元，不仅有堆积如山的卢布，还有廉价的石油、粮食。但金正恩最想要的是普京压箱底的那些玩具：军用侦察卫星技术、核动力潜艇推进系统、洲际导弹重返大气层技术，甚至是防空雷达和电子战系统。这场交易，俄罗斯用敏感的军工技术买朝鲜士兵的命。不仅如此，朝鲜军队还需要一样用钱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现代战争的经验。自从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以来，朝鲜已经70多年没打过真正的高烈度正规战了。他们的军事大纲可能还停留在冷战初期的水平。面对现在这种半天都是自杀式无人机、电子战干扰压制、精确制导武器洗地的战场，朝鲜将领们心里也没底。所以拿乌克兰当试炼场，实地测试 KN-23 导弹怎么突破爱国者，让基层军官亲眼看看什么叫无人机步炮协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5万名朝鲜兵也能解决自己的困境。现在的乌俄战线，俄军的进展几乎为零，库尔斯克还天天挨揍。库尔斯克方向，就在普京忙着进口朝鲜雇佣军的时候，乌军士兵正在俄罗斯本土教俄军怎么做人。根据诺尔报告传的战况，乌军第158机械化旅在库尔斯克上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伏击。侦察无人机盯住了一支正准备开赴前线的俄军装甲纵队，一共5辆装甲车，大摇大摆地在自家领土上开着。下一秒，天降正义，精确制导炮弹砸碎了俄罗斯的美梦，俄军阵地瞬间被火光和浓烟吞噬。空袭过后，5辆装甲车里有4辆直接变成了燃烧的废铁，剩下的1辆也瘫痪在路边，整个纵队被定点清除。在此之前，第68空降机动旅还在库尔斯克炸飞了一辆俄军姆斯塔 S 榴弹炮。这些交火地界距离俄乌边界已经有11公里，说明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渗透和打击正在稳步推进。莫斯科还在电视上嘴硬，否认本土防线被击穿，但前线燃烧的俄军装甲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嘲笑。英国驻乌克兰大使尼尔·克朗普顿扯下了俄军最后的底裤。他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速度比蜗牛还要慢，仅仅2025年7月，死亡和重伤的俄军人数就达到了42700人，一个月报销掉4万多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里吹嘘他的军队高歌猛进，但实际上这是用士兵的生命去换取普京的面子。哪怕这样不计代价，俄军也没有多大的成果。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在2026年上半年仅占领了81平方公里的土地，连一个稍微大点的乡镇面积都不到。在黑海，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最近这段时间，乌军不仅夜袭克里米亚，特工们更是对那座违章建筑，也就是克什大桥进行了全方位体检。根据最新消息，俄罗斯的反对派武装自由军团与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工联手，渗透进了克什一带。他们抵近观察，拍下了海量照片和视频，连桥体结构的参数，哪根柱子有裂缝，哪里发生过变形，摸得一清二楚。这是要对克什大桥动手了。
就拿战力来说，乌军绝对有这个实力。现在的乌克兰每天至少能下线3枚火箭鸟导弹，攒了几个月，库存已经相当可观。炸桥的武器管够，而且俄军的防空阵地、雷达站、能源设施挨个被乌军点名。基辅的目标再明确不过了，物理斩断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补给线，而克什大桥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只要时机一到，这座象征着侵略的桥梁就会沉入海底。前线打成这个样子，俄罗斯却毫无办法。没办法，兵力不够，前线巨大的伤亡直接把俄罗斯的社会动员机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一点恰恰是朝鲜兵入俄的真实原因。普京害怕宣布新一轮的全国性公开动员，只能把抓壮丁的 KPI 强行压给各个地方官员。俄罗斯今年的配额有40万9千人，地方官们为了凑够这40万的合同兵，简直疯了。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专家嘲笑说，现在俄罗斯的征兵办盯上了欠债的人、被警察调查的嫌疑犯，甚至是刚刚因为酒驾被吊销驾照的倒霉蛋，手段更是五花八门。班萨和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警察直接在街头抓人，罗斯托夫的官员跑到工厂里，一口气扣下35个工人，逼着签合同，还去找保释期的人，找刚退伍的人威逼利诱。但结果呢？哈波罗夫斯克的警察报告说，他们去年找了2500个人谈话，最后只有32个人签了合同。这32个人里有28个是面临刑期指控的罪犯。在莫斯科，4月份还能送1708人去前线，5月份就掉到了1378人。前线的人口黑洞填不满，部分军事单位的实际兵力只剩下编制的30%到40%。面对这种绝境，普京已经在考虑动员了。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秋季大动员。乌克兰情报部门拿到了俄罗斯的内部文件，普京的计划非常阴险，他要等安排好的议会模仿选举一结束，立刻动手。注意重点，模仿加了一个引号。现在允许参选的党派全是普京的提线木偶，他需要用这场虚假的选举制造一种俄罗斯人民支持战争的幻觉，然后借着这个由头，在年底强行征召30万到50万人。泽连斯基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乌克兰情报机构和特种部队早已严阵以待，我们将采取最积极的破坏措施，让俄罗斯的这场动员变成一场政治灾难。事实上，乌军即使不动手，俄罗斯也扛不住。俄罗斯国内的战争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开战4年来的历史最低点，只有区区8%的俄罗斯人觉得这场战争非常成功，觉得极其失败和相当失败的加起来将近30%。明确表示不支持俄军行动的人达到了全面入侵以来的最高峰21%。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把战争砸进了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炼油厂在燃烧，机场在爆炸，物价在飞涨，俄罗斯民众早就不想打了。金融时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内部人士的担忧，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动员，不仅前线会继续遭遇重大伤亡，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逃兵和国内抗议将给克里姆林宫带来毁灭性的反噬。不能动员，前线兵力不够，那普京能怎么做？找外援。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朝鲜军队拉进场，因为朝鲜人不仅纪律严明听话，更重要的是死再多朝鲜人，莫斯科的街头也不会有人去游行。那么5万朝鲜兵入俄对战争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开辟一条新战线？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回答是可以，但大概率不会在乌罗涅日，而是乌东新攻势。从战术和地形学角度来看，朝鲜兵驻扎乌罗涅日并开辟新战线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乌罗涅日距离基辅超过500公里，如果俄朝联军真的想从这里发起地面突击，他们不仅要面对几百公里的乌克兰设防阵地，还要拖着一条极其漫长、极其脆弱的后勤补给线。在乌克兰无人机侦察网面前，这种几百公里的装甲行军简直就是乌克兰炮兵的活靶子。更何况乌军切尔尼戈夫和苏美地区早就布下了反坦克壕、混凝土碉堡和密集的雷区，防线被打造的如同铁桶一般。无人机和远程炮火24小时不间断地死盯着俄罗斯后方的集结区，想从这里重演2022年闪电战纯属做梦。并且朝鲜把导弹部队部署在乌罗涅日，并不代表把朝鲜兵也部署在这里。朝鲜的导弹部队是想要把乌罗涅日变成一个绝对的远程打击节点。KN-23有着机动性和变轨突防能力，从乌罗涅日发射，能覆盖乌克兰中部的大片地区，专门用来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和防空系统进行饱和打击。这一点也是乌克兰当前最大的问题，拦截弹严重短缺，特别是针对高端弹道导弹的拦截弹。朝鲜的 KN-23 普通的防空系统根本拿它没办法，只能靠爱国者或者 SMPT 硬扛。可是盟国的产能和交付速度远远比不上俄朝联手发射导弹的速度，每次防空警报拉响都是在考验乌克兰城市和能源设施的生死存亡。
在这件事上，不得不提韩国。泽连斯基已经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呼吁首尔：你们的死敌朝鲜正在欧洲的战场上练兵，你们需要突破政策限制，把天宫防空系统和雷达送给乌克兰。可是韩国政府依然在玩政策审慎，嘴上说着严重关切、单边制裁，行动上却死死抱着不提供致命性武器的法律条文不放，只肯给点绷带、发电机和扫雷车。看着朝鲜在乌克兰刷经验，首尔居然还在顾及所谓的外交余地。这种短视迟早会让他们在与朝鲜的冲突中付出代价。至于朝鲜地面部队，由于语言不通，指挥链脱节，俄军也不指望朝鲜兵能跟自己打出装甲协同作战。俄罗斯指挥官喊一句乌拉，朝鲜兵估计还得等翻译官翻字典。火力军猜测，俄罗斯的目的大概是兵至置换，让这几万朝鲜兵去守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的后方阵地，把那里的几万名俄兵和机械化步兵解放出来，然后再把这些老兵油子塞进红军村和托列茨克的东部主战场，或者是在乌东另起战线发动新的攻势。翻译一下就是，普京不需要朝鲜人去冲锋陷阵，他只需要朝鲜人来帮他看家，好让他把家里所有的恶犬都放出去咬人。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长期的消耗战也让乌克兰前线的人员补充面临压力。在俄朝兵力置换战术的挤压下，乌军需要把最精锐的部队顶在最前线。虽然依靠无人装备，乌军缓解了人力困境，但这属于治标不治本。未来如何发展，火力军拭目以待。总的来说，这场战争早就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它不再仅仅是乌克兰为了生存而战的卫国战争，而是普京向美欧的终极挑衅。如果在这场消耗战中，美欧还在犹豫不决，还在纠结制裁的条文，拖延防空导弹的交付，那么下一次站在边境上的可能就不只是俄罗斯的坦克了，或许还有白俄、朝鲜等等。现在轮到自由世界做出选择了，是继续少量援助，还是彻底打破这种模式？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朝鲜兵入俄对乌俄战局还有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